孔子有云：君子群而不党，小人党而不群。但历史告诉我们，党争并不是小人的专利，君子也会党争。在这一点上，宋代和明代给了我们两种截然不同的示范。最能说明宋代党争的特点，要数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。公元1043年，距离北宋开国已近90年，此时已经历过对辽化和西夏数次战争的北宋，国力消耗严重，而且国内也出现了饥民叛乱，可谓内忧外患。此时，名臣范仲淹向当朝皇帝宋仁宗上书，打手诏条陈时事，针对当时制度上的种种弊端，提出改革措施。之后，仁宗据此颁布多条诏令，史称庆历新政。由于新政直击许多既得利益者的要害，所以党争的种子在一开始就被种下，最终使得庆历新政无疾而终。为推行新政，宋仁宗有意提拔夏竦担任枢密使。本来夏竦对新政并无多少意见，但同为改革派的王拱辰、欧阳修、于禁等人对此坚决反对，最终夏竦未能如愿。就此，夏竦彻底站在了改革派的对立面。随着新政的推进，改革派与反对派的矛盾逐渐公开化，斗争也日趋激烈。先是欧阳修上书指责御史台官多非其才，作为反击，监察御史梁坚弹劾与改革派领袖范仲淹关系密切的2位大臣，最终使得范仲淹和御史台长官王拱辰先后辞去官职，以示对同僚的支持。在这之后，党争进一步升级。前文提到的夏竦使人篡改书信，诬称改革派官员的行为是依或之事。这个杀人诛心之举，令改革派中奸范仲淹和富弼深感恐惧，二人随即辞去朝中职务，出朝巡边。持续不断的党争，使得变法无疾而终。仅在新政实施的1年之后，范仲淹就被罢去参知政事之职，富弼也于同日去官，二人均被改任为边府使，远离朝廷。在这之后不久，改革措施被尽数废除，庆历新政就此落幕。与庆历新政相比，王安石变法更具有代表性。宋神宗熙宁年间的这次变法，可谓将党争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朝中几乎所有官员都选择了站队，而由于神宗力挺新法，变法派一开始便占据上风。随着新法的推进，反对派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。御史中丞吕惠上书弹劾王安石，神宗拒绝答复，前者就自请出朝。知谏院范纯仁上书攻击王安石变法乱度，神宗未置可否，范纯仁也坚决辞职。元老重臣富弼称病罢相，司马光上书无果，主动要求到洛阳修《资治通鉴》。苏轼、苏辙上书陈说变法之弊，结果苏辙被贬河南，苏轼自请离京出任杭州通判。可以说，反对派的官员无一例外都离开了中枢朝政。和宋朝不同，明朝党争可谓是有的身败，有的名裂，但更多的是身败还兼名裂。有明一代，党争可以说贯穿始终。在明太祖朱元璋时期，党争的苗头已经显现。当时随朱元璋打天下的人中，以淮西人居多，而朱元璋本身也是淮人，故明朝建立后，这批人大都封功列侯，身居高位。围绕其中的核心人物韩国公李善长，形成了朝中的淮人官僚集团。由于身兼功臣和皇帝同乡2重身份，在开国后，李善长任左丞相，位列朝中第1。在他之后，由其同乡胡惟庸继任为相。在他们先后掌权的10几年中，由于淮人集团的排挤，使得非淮人官员很难在朝中立足。如同为朱元璋亲信谋士的刘伯温，因其为浙东人，所以自入朝后就备受打压。刘伯温的才华和功劳在一干功臣中并不算差，但由于淮人官员从中作梗，在封功臣时期只被封为程一伯，而淮人出身的李善长则被封为韩国公。由于李善长的挑拨，仅仅在洪武4年，刘伯温就告老还乡，自此远离官场。但这还没结束，由于之前朱元璋在向刘伯温征询丞相人选时，后者没有为李善长说好话，由是李善长记恨在心，之后借故挤掉了刘的俸禄。经过一连串的打击，刘伯温不久便忧愤成疾，而此时淮人集团的胡惟庸借机派医生为其诊治，但蹊跷的是，刘伯温在此后1个月便病故了。由此可见，即便远离政治，淮人官僚依然不肯放过自己的敌人。到明代中期的嘉靖、万历2朝，
党争正式登场。先是嘉靖时，以内阁首辅严嵩为首的严党和以内阁成员徐阶、高拱为代表的清流之间的争斗。当时严嵩结党营私，大肆贪污，清流官员借此不断攻击严党，而严嵩也没闲着，他利用权势，先后罗织罪名杀害清流领袖夏言、仇鸾。在严嵩掌权的20余年里，清流对其的攻击也从未停止。沈炼、杨继盛等先后上书弹劾严嵩的罪状，但都未能成功，反遭严嵩陷害致死。明末党争之势达到顶峰，先是在万历皇帝立太子的问题上，浙江人出身的这党官员顺从万历的想法，而著名的东林党官员上书反对。对此，其他党派又群起攻击东林党。由此，在围绕太子人选的国本问题上，各派官员争斗长达20余年之久。明熹宗时，党争又演化为内朝和外朝之争。因宦官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，得以参与机要，又提督东厂，能任意罗织罪民，掌握官员生杀大权，故围绕其身边迅速形成了一个集团。东林党人称之为阉党。因魏忠贤得熹宗信任，故其在朝廷内外权势滔天，为所欲为，对其趋炎附势者络绎不绝，甚至称其为9000岁。见阉党专权，败坏朝纲，东林党人开始激烈攻击魏氏一党。左都副御史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24大罪状，被诬下狱后受尽酷刑，惨死狱中。其余东林党人如左光斗、魏大忠等也因反对魏氏专权而被下狱折磨致死。至此，东林党势力大为受挫，阉党遍布朝廷，直到崇祯时才覆灭。纵观宋明两朝的党争，宋朝多为政见之争，且斗争结果仅止于罢相、去官，彼此间还维持着最底线的和气。而明朝党争不同，各党多以官员籍贯划分派别，同乡之间相互抱团，对于非本派者必加以打压排挤，发展到后来变成为了争而争，事事都要攻讦一番，而且相争的结果可谓惨烈，一旦失败必定被处以极刑。那么是什么造成这两种不同的局面？这就要说到两朝的立国之本了。宋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朝代，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不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者的誓言，并刻于碑上，因此宋代对知识分子极其宽容，只要不是罪大恶极，就不会被施以刑罚。差一点因为乌台诗案到大梅的苏东坡也因此免去一死，就是被贬到地方，也是师长级别的人。而宋朝文人即便是应对皇帝，往往也没有性命之余，最多就是被皇帝看不顺眼踢出京城罢了。这点从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境遇上体现的最为典型。而明朝就不同了，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平民，对于吏治的腐败有切身体会，立国后更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，对官员要求极为严苛，稍有贪腐行径就会被处以极刑。而在对待大臣的问题上，他和自己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又为后世做了很不好的示范。在处理胡惟、雍兰玉2位功臣的案子上，受牵连被杀的官员达4万余人。朱棣在处理建文就陈实的手段更加残酷，有诛十族和刮慢超2大发明，一杀就是10年，波及万余人。有这2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带头，明代的党争几乎都以人身消灭为结局，失败者往往连性命都保不住。其次是由于地域差异，北宋时江南的开发已有规模，经济文化水平较高，但黄河流域也并未衰落，且由于国都在开封，所以整个南北方的发展比较均衡。这点从北宋一朝名臣的籍贯上可见一斑。范仲淹为苏州人，王安石为江西临川人，寇准为陕西渭南人，韩琦为河南安阳人。南北两派基本我进1分，你得1分，斗得旗鼓相当。到明代，长江中下游流域已经开发得很成熟，经济和文化水平都盖过了北方，加之南京是开国时的首都，故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一直不坠。自此，金榜题名者几乎无一例外来自于这个区域，如历任首辅的严嵩、徐阶、张居正，其中明末影响最大的东林党、这党、昆党更是集中于苏锡常地区，这使得他们在文化观念上更容易相互认可，进而抱团结党，共同进退。